嗨，朋友们好！最近关于 AI 的话题也是特别的火，除了美国的 OpenAI， 还有最近这个中国的 DeepSeek， 真的是颠覆了我们的想象啊！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就讲到这个 AI 对这个大学毕业生的影响，就是说在美国很多名校的学生毕业了都找不到工作。他就讲到有一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就是忧心忡忡，因为他发现他的学生很多都找不到工作。就他们那个计算机专业毕业的都找不到工作，因为现在这个很多大厂都大裁员，尤其像这个初级的程序员一些软件工程师，他都可以用 AI 来代替。现在不管是这个计算机这个专业，其他的专业也在受到这个 AI 的冲击。前两天呢，我跟我的一个朋友，也是我读 MBA 时候的一个同学，就聊到这个找工作的问题。他呢在毕业之后呢一直也没有工作，就像我一样，我也没有出去工作。他呢是因为生孩子，连着生了2个孩子，所以呢他一直是在家里看孩子，没有时间和机会出去工作。因为我们当时读了 MBA 呢，他呢是会计的本科毕业，我当时也修了一个会计的学士后的一个课程，相当于是一个会计的本科吧，再加上 MBA。按理说这种学历在美国找工作是不愁的，所以前几年的时候他也曾经出去实习过，然后那个会计行业的人也跟他说像你这种情况，这种学历还是比较容易找工作的。然后现在过来4-5年之后呢，他发现这个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说他昨天给我们以前的一个老师，是一个教会计的老师，给他打电话。那个老师呢既在那个大学教书，同时他自己也是一个 CPA， 所以呢他也在其他的公司兼职。然后我这个同学呢就去咨询这个老师，说像现在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去找工作。结果这个老师跟他说，别说你去找工作了，就是我自己之前在公司的这个 CPA 的这个职位，这个会计的职位，我都不知道在5年之内我还能不能把它保住。这个就业的前景就是比较的暗淡。这个消息真的是让我比较的震动。之前呢我也知道这个 AI 对这个各行各业都是有影响的，但是我没想到影响这么大，连这种资深的 CPA 大学老师都觉得自己的工作快保不住了。从之前我儿子找工作我就看出一些端倪了，因为我儿子也是商科专业毕业，他也投了很多简历，也参加了很多面试，但是他最后他也没有定下来一个比较好的工作。然后他的同学和朋友呢也有不少找到工作的，但是也有不少找不到工作的。他之前高中的时候一个同学，那个同学挺优秀的呀，他是个白人，他的父母的工作也都挺好的。然后呢他在高中的时候呢也非常优秀，是当时他们的学生会的主席，然后也考上了一个非常好的大学。后来他又转学到那个哥伦比亚大学，都是很好的大学。他刚开始学的是工程，后来又改成了计算机。结果毕业之后他说他投了好多简历，因为他之前 gap 了1年，所以呢他比我儿子晚1年毕业。他到现在他也还是没有找到工作。然后前2天他跟我儿子说有一个台湾的一个计算机公司给他面试了2门，他特别开心，觉得说这个公司好像有点希望。就说连美国本土的孩子，而且还是很优秀的孩子都这么难找工作，那对于留学生来说更是难上加难了。那一定是专业特别好，然后本人也特别优秀的才可能留下来。虽然我儿子不用担心这个身份的问题，但是这个要找一个好的工作还真的不是那么容易。专业的工作很难找，这种低端的工作呢也不是那么容易找的。低端的工作一般它都是 part time， 因为他们如果提供你全职的工作的话，就要提供很多的福利成本就要高得多，所以他们宁愿去招一些比较便宜的，比如说学生这样的他就是这个运营成本会低一些，要不然这个小企业主他也赚不到钱。所以不管是这个雇主还是这个雇员，大家的日子好像都不好过。所以我感觉美国现在这个社会也是这个两极分化比较严重，只有那些有大资本大资源的人，他们的日子比较好过，像一般小老百姓中产还有这个中下层日子就更是不好过了。所以我们思来想去，觉得给别人打工你也赚不到多少钱，而且也没什么前途，还是觉得还是让儿子自己创业吧。然后正好我们有一个网店，我们也是做这种跨境的电商，就是一个小电商嘛，就现在让儿子熟悉一下，然后让他慢慢的掌握，等我们老了他就是主力了。我们也想把我们的公司再扩大一点规模，所以呢就需要一个办公室。之前想出去租呢，怎么着最便宜的也得1000多吧，所以就说干脆在家里有一个富余的房间，就把这个房间给它弄成办公室得了。之前呢那个房间就是
放一些杂物，还有做健身房用。现在都把它整理出来，做一个办公室，这样呢，我和儿子都可以在里面办公。好了，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布置吧。This for what? This is to move the desk without scratching the floor. Oh, that's good. 我们在网上买了一个书桌，也可以2个人坐，这个好像200多块钱吧，现在已经到货了。今天把它给它组装好，然后放到书房里。这是我们刚刚整出来的书房，把这个书桌放到儿子屋里，然后呢，把那个桌子放到这儿。Henry, come here. If you could lift this up, I'll take that stuff out, put these underneath it. 到哪里都有你，你要凑热闹。 Let me go and fix it. 把儿子屋里这个小桌子搬出去，把那个书桌搬到这儿来。呀，这 ，nice。Is this wood? Yeah. What type of wood? I think it's called acacia wood. Acacia. 这还挺厚的。They're all small ones. That's for the legs. Read the instructions. Owen, it looks like an avocado. Owen 14岁了，还非常灵活呢。我觉得他活到20岁没问题，是吧，Owen？你活20岁没问题吧？活20岁没问题吧？是不是？就是有点太胖了，你看那个形状，尤其坐下的时候，真的像一个牛油果。不懂啊。Yeah, it makes it line up. 哦，它有那个笋，中间放上笋。啊，这个笋。Called dowel. 刀啊。Dowel. 它这个桌子3块板凑在一块的，再把架子摆上去。这挺好的，防护垫，省得把那个地板弄坏了。What is your job, Owen? Owen, come help us. 还有那个可以撑一下，那我帮你把着，一个人弄不太好弄。Yeah. You found a good tool? Finally. Oh, I don't know if I have the right size or not. we are almost done. I know. Here. 等我们都快弄完了，他终于找到了他这个好用的工具。好了，终于弄完了。那桌子放哪？这个就放在这中间了。那床呢？床啊，在这个旁边放一个木匪床，然后如果来人的话，就把桌子推到那个头上去，然后这个床就可以给它翻过来。那健身器材就挪到这个位置。对对。Nice table. Very nice. Yeah. It's tall, Ah, isn't it? it's too tall? It's not too tall, I'm just saying. Does it look taller than a regular desk? I don't know. 你坐一下试试。这高度可以。I think it's fine. Good. Yeah. 好了，现在好了，我们2个人也够用了。之前用这个书的2个人帮我做，如果放2张桌子呢，那个屋又太小了，放不下，所以就买了这张稍微大点桌子，我们2个人也够用。把它擦一擦。